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25期。上一期节目里1987年8月份的游戏没有讲完，而且前面闲扯的时间有点长，所以这期就找一下平衡，不多废话，直接进入正题。接着说1987年8月发售的游戏奇迹之时。今天上来第一个就是科乐美的作品，这个时期有了他们家的 logo， 就好像有了品质保证一样。如果看过我最近几期节目的朋友，应该能够认可这种说法。同时，科乐美也是这时磁碟机支持力度最大的三方厂商，这又是一款发布在磁碟机上的佳作。故事背景是在一个无名的村庄里，一颗名为阿尔玛纳的红色魔法宝石被盗，珠宝被盗使得整个村庄变成了石头。为了恢复村庄，主角凯托必须从土匪那里取回宝石。游戏的灵感来源于1984年电影《印第安纳琼斯与末日神殿》，从主角的造型和场景设计就能看得出来。游戏属于平台动作类型，玩法上借鉴了自家1983年的街机游戏 Rocking Rope，A 键跳跃，B 键攻击，初始武器是小刀，有数量的限制，最大的特点是能发射绳索，按方向键结合 B 键使用，绳索沿对角线向上发射。大量的地形特征需要用到这个技能，因此得熟练的掌握。除了初始的武器，到了后面还能获得炸弹、手枪等，总共6种武器，按选择键切换，数量有限，得合理的分配使用。击败红色衣服的敌人可以补充武器的数量，也可以反复的刷这个敌人，但比较浪费时间。还能从场景里特定的位置获得补给。人物的初始生命有5格，显示在右下方。吃肉能恢复损失的生命值，收集吊坠能提升生命的上限，最高到8格。总共6个关卡，都是洞穴的主题。关卡的末尾有 BOSS 战，最后一关的 BOSS 长得相当惊悚，消灭他就能拿回阿尔玛纳之石。这部作品绳索的玩法很独特，要用得好得花些时间练习。虽然玩法并不复杂，但也有一定的难度。这种玩法比较有趣，不过过度的强调了它，弱化了角色的跳跃力。有些常规的部分都跳不上去，非得用绳索显得过于麻烦。音画水平还是高水准，6个关卡都是洞穴主题，色彩略显单一了一些。总体来说还是一款不错的游戏，个人评价3星半。空中要塞由 HAL 工作室开发发行的一款动作射击作品，最先发行日版卡带，2年后发行美版和澳大利亚版。故事是科幻的设定，法尔梅星球的人们获得了太空旅行技术，急于探索银河系，却发现一群可怕的空中要塞，所到之处耗尽了资源和生物。太空联邦最强大的舰队也被他们消灭。人们最后的希望是派出一名叫做 HAL Bellman 的战士，配备了强大的武器和小型的 Light Ship， 潜入要塞并从内部摧毁他们。游戏融合了2种类型，一开始在接近空中要塞时，驾驶载具战斗是横版设计的类型。在这部分内容一边消灭敌人，一边收集道具和武器，收集的东西要用于后半部分的战斗。字母 E 相当于能量，字母 B 是光束炸弹，收集的数量显示在左上方。来到要塞的入口，角色离开载具，进入要塞内部，在这里变成动作射击类，操作上有很明显失重的漂浮感。在这里会持续消耗能量，也有机会进行补充，能使用前面获得的光束炸弹攻击，威力更强。要塞里有的地方会出现分支路线，因此有一定的迷宫属性。目标是要找到并摧毁堡垒的核心，然后驾驶自己心爱的 Light Ship 逃脱离开，就能过关。总共8个空中要塞，也就是8个关卡。除了第一关比较简单，到后面的关卡摧毁核心后，还得在爆炸之前找到载具。游戏在每关的前半部分收集能量和炸弹时的场景都比较类似，只是后面的关卡会出现更难的敌人。重点内容还是在后半部分的要塞里，不同的要塞设计配合上独特的顺滑手感，玩起来感觉还不错。后面的关卡要塞里的流程也比较长，不过主题单调了些，音乐也有较多的重复。个人评价3颗星。梦幻战士最初是1986年发布在电脑端的一款作品，原版由日本通信网络发行，当时还在他旗下的 Wolf Team 狼组负责开发。
凭借着《梦幻战士》和《冒险少年》两个系列，日本通信网络在80、90年代一度属于游戏大厂的行列。后来在95年和狼组发生冲突，导致重要人员发生变化，公司开始逐渐走向下坡路，并于2007年破产。这款《梦幻战士》除了1987年移植到红白机上，91年还出了 MD 版，92年推出 PCE 版，不同版本的玩法和类型有些差异。恶魔领主罗格尔斯熄灭了维坎蒂的力量源泉，梦境世界维坎蒂的女王瓦里亚选中了女高中生麻生优子成为瓦利斯战士。优子要拯救梦境世界，同时她的同学误导玲子被罗格尔斯洗脑，也成了敌人。红白机的版本在原来横版动作的基础上加入了 RPG 元素，主角的攻击武器是挥舞剑，但实际上是发射子弹，在横版的场景里前进，沿途会出现分岔路，在路口按方向键上或者下会进入新的横版版面，所以每个区域的场景都是一个大的迷宫。很多的室内场景按上键可以进入，这里能拿到各种装备和道具，包括了地图。最好优先找到每个区域的地图，否则很快就会迷失。有的房间反复进入能持续得到道具直到数量的上限，包括开始的街道一共有6个区域，每个都有一张不同的地图，目标是要找到该区域的 BOSS， 消灭他们获得5个幻影宝石。探索不同的房间也很重要，能够得到更强大的剑或者让剑的威力升级，还有新的防御装备、不同功效的鞋子和几种道具，主要是回血和短暂的无敌。房间里还有一些简短的对话。红白机版有多结局模式，完成瓦利斯之剑的全部强化，打败恶魔领主罗格尔斯之后，继续探索触发隐藏剧情，打败真 BOSS 梦境世界的女王瓦里亚，出现真结局。这段和瓦里亚女王的情节是红白机改编独有的。关于这代梦幻战士，多个版本之间都有改动，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 MD 版。游戏的特色本来应该是水手服和比基尼盔甲，主角也是因此获得了高人气。再就是故事情节很好的塑造了人物形象，而红白机版人物绘制本来就不好，比基尼的盔甲布料用的又多，加上受容量的限制，剧情演出大幅缩水，只有中间一段和玲子的对话比较完整。新加入的 RPG 元素和复杂的地图褒贬不一，动作战斗方面做得不好。在一个地方如果停下来消灭敌人，通常是很不明智的选择。停下后敌人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冲向主角，越打越多，而且很难躲闪，所以想顺利过关，整个游戏过程就成了快速的跑图，尽量不停下来，也不和杂兵战斗，找到各种装备道具，然后对付 BOSS。 前提是对道路非常的熟，操控的手感不好，惯性很大。游戏评价2颗星。超级淘金者2，艾瑞姆推出的淘金者第2部和1987年3月的第1部一样，也是发行了磁碟机版本。上一作在第19期节目中有介绍。这作在整体的系统和玩法上和前作相同，也都保持了淘金者游戏的主要特征：收集全部的金子，出现逃脱的楼梯，挖坑用来解谜或者让敌人陷进去。少量的几处音效与前作有些区别，另外新设计了几种不同造型的敌人，还是有单人模式和双人同时游玩的模式。单人模式30个关卡，双人模式另外包含了15个配合作战的独有关卡。这作当中的关卡设计都是通过募集玩家的投稿筛选获得的。双人模式配合游戏依然是它的特色。在介绍第1作的时候就讲到关卡的设计不够好，难度曲线提升的太快这2个问题。这作当中不但没有妥善的解决，反而做得更差了。单人关卡中要大量用到在敌人头顶活动和各种引诱的方式，运气和偶然的成分更多了，已经有些偏离了核心的解谜玩法，这也导致了游戏的节奏非常慢，难度也极高。另外在双人模式中，有的关卡还存在设计缺陷，无法正常过关，只能跳过，因此看不到通关结局。个人评价2颗星。恶魔城2诅咒的封印。恶魔城系列的第2作和初代发售隔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首发还是磁碟机版本，4年发布了美版，美版游戏名恶魔城2西蒙的冒险，90年发行欧版，这作没有发行日版卡带。本作的主角还是西蒙贝尔蒙特，在初代击败德古拉7年以后，西蒙被神秘的女子告知，
德古拉在他身上施加了诅咒。解除诅咒的方法要收集德古拉战败后的几个身体部分，并将他们带到城堡废墟中，在那里再次击败并封印德古拉。这座在横版动作的基础上结合了 RPG 的元素，一开始在城镇可以和不同的人物交谈，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其中也有虚假的信息。主角有等级系统，消灭敌人掉落爱心还能获得经验值，升级后提升防御力和血量上限。主武器还是鞭子，但并不像初代在场景里获得物品加强威力，而是要到特定的商人那里购买，有荆棘之鞭、铁链鞭、钢球鞭和火焰鞭。副武器不再像之前只能持有一种，获得后通过在道具菜单中选择使用。购买物品和使用副武器都要用到爱心。另外还有白天和黑夜的时间设定，在夜晚怪物会更加强大，获得的经验值也会更高。城镇里的人们晚上会躲起来。游戏的流程打法基本是在野外消灭一些怪物，获得经验值和爱心，再买装备和道具，然后到存放遗体的豪宅收集德古拉的身体部位。这些身体部分有的还能作为特殊的道具使用，如骨头能作为盾牌挡住敌人的子弹，眼睛能看到隐藏的物品，爪子装备后用鞭子可以破坏某些石头。有3个不同的结局设定，根据游戏内经过的时间长短，7天内通关能达成好结局，超过15天是坏结局。这代的恶魔城算是动作和 RPG 的初次结合，说实话有些地方做的并不算好。新增加的元素让游戏流程更长了，还有些解谜的内容，不过解谜部分有的设计并不合理。几个城镇加上野外和豪宅，区域变得很广阔，因为不是专门的 RPG， 探索起来没有太多的乐趣，反而让移动变得比较麻烦，拖慢了节奏。音乐画质的基本水平仍然不错，但可能是容量的原因，5个豪宅的场景做的都很像，缺乏特点。最大的问题是动作战斗弱化了太多，敌人的行动模式比上一座要单调，除了德古拉之外，只有死神和女吸血鬼2个 BOSS， 而且也是动作单调，这就使得战斗变得没有难点。整体看下来过于强调新元素，而丢失了一些自身应该有的优势。个人评价3颗星。奇奇怪界怒涛篇，移植于1986年12月的街机版，比特实验室开发，泰东发行。这座在红白机上只有磁盘版，1990年还移植到了 PCE 平台。为了适应家用机的特性，红白机的版本也做了一些修改，还增加了2P 角色，并以日本偶像伊藤美纪的形象为卖点。故事背景是现代社会富足的时代结束了，经济开始逐渐衰退，人们再次向命运之神寻求救赎，但为时已晚。七福神被妖怪带走，这时传说中的巫女小叶和另一位救世主美纪出现了。如果是双人游戏，小叶和美纪轮流出场，区别只是颜色不同。游戏类型是俯视角的动作类，主角的武器有2种， B 键扔出预闸攻击， A 键挥舞驱魔棒。和街机不同，红白机版的预闸有数量的限制，用驱魔棒消灭敌人可以补充数量，或者在一些特定的地点补充，最大储备到999。同时预闸也作为金钱用于在商店购买道具和物品。人物有生命值，显示为画面右上方的饭团图案。除了被敌人接触会损失生命，被某些类型的敌人攻击还会中毒，中毒后生命值持续减少。恢复生命的方式是使用道具，或者来到地藏菩萨这里，最高6个饭团。除了恢复生命的道具，还有护身的灵符，增加驱魔棒威力的神之魂，瞬间消灭杂兵的水晶球。红白机版的关卡是带有迷宫属性的，要在每关的场景里找到 BOSS， 击败他们，分别救出七福神。过关后会有一段奖励内容。由于机能的限制，相比街机版移植后缩水了很多。红白机版调整内容玩法后，通关需要的时间倒是增加了，不过因为预闸数量的有限，攻击杂兵变成以驱魔棒为主，和街机爽快的射击有很大的区别。修改后的迷宫关卡显得很空旷，敌人比较稀少，每关接近 BOSS 时的迷宫场景也是重复使用，有的解谜还缺少提示。当然有些特色还是保留了下来，各种特点，造型可爱的鬼怪，形象体现得很完整， BGM 配合的也不错，整体评价2星半。变形金刚2，这是特加利在红白机上的第3款游戏。
前面当然包括了1986年12月份的变形金刚初代，初代的主角是通天晓，而本作的内容完全基于动画片头领战士，开场的主题曲也是来自动画原作。在初代做了一个垃圾游戏之后，本作特加利还按照初代的方式再来了一部同样类型的作品。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动画的号召力过于强大，这款游戏怎么会有人愿意买单？主题是要救出被捕的其他变形金刚同伴，还是横版射击的类型。一开始在地球、赛博坦和监狱3个地点选择，每个地点的游戏又分成了车辆战斗和机器人战斗2个部分。画面右上方3个横条，E 是能量值，相当于生命， P 是机器人战斗时的火力， S 是射击的速度。消灭敌人掉落对应的字母就能补充。虽说和初代的游戏形式一样，但这里也做了一些调整，最起码臭名昭著的祭死设定被血槽取代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发射的子弹可以和敌方子弹抵消，估计是考虑到前作不合理的难度，认为这样设计游戏会变得容易，但造成的问题是想要消灭一个敌人变得很麻烦。第一部分末尾有一个 BOSS， 消灭他后进入第二部分，在这个部分可以射击，也可以出拳攻击，有些敌人必须出拳才能消灭，按方向键上浮在空中，手感相当糟糕。这部分被分成了很多的小房间，消灭敌人直到出现霸天虎标志，通往下个房间的门就会开启。就这样反复多次后来到 BOSS 战， BOSS 战的房间里子弹可以反弹，过关后还有奖励的部分。到后面的关卡，场景中不同的位置会出现被抓住的同伴，救下同伴按下暂停键就能切换使用，一个地点救出2名同伴，前3个地点后救出所有的同伴，就能选择最后的星球，进入最终的战斗部分。我在做这个游戏介绍之前，还在考虑要不要温习一下动画里的角色人物，毕竟小时候看的动画都忘得差不多了，搞清楚几个主角的名字和特点，还有敌方 BOSS 都是谁。后来发现实在没有必要，角色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这部作品在前作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元素，改掉了最糟糕的部分，但也仅此而已，本质还在那里，从前作的最烂的游戏之一升级成了一个普通的烂作，知名度反而不如前作了。个人评价1星半。光战士，这又是一部特加利发行的游戏，通过今天这连续2款，已经消除了我对这家公司的任何期待。它就是属于那种当年跑到游戏圈来凑热闹，想要赚钱的其他公司。背景设定是在宇宙遥远的地方，智慧的生命体被分成了光和暗2种，黑暗击败了光之生命体，主角是仅存的一位光战士。这作的类型是动作冒险类，以伪 3D 的方式呈现，场景风格类似早年的地牢游戏，但却是科幻的构成。人物左右移动时，画面的卷轴固定，上下移动到达一定的位置，或者来到左右的边缘切换画面，按 A 键发射子弹攻击敌人。射击的方式只有一种，向前方开枪。选择键切换到菜单页面，开始的时候手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最上面的是获得的道具物品，都很重要，例如在某些区域上下移动的钥匙。第二个是信息，通过收集场景中的磁盘，能获得一些提示的线索。第3个是位置传感器，确定自己所在的方位，也需要在场景中找到之后才能使用。下面2个是传送和标记，同样需要找到对应的物品。最后一个是保存密码，用来保存和继续游戏。画面顶部类似一个雷达，一开始没有信息的显示，随着获得一些道具能够显示更多的内容，比如方向的指示、传感器感应地点等等。右上方的数字既是分数也是人物的血量。这种设定虽然怪异，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最终的目标要找到并消灭大 BOSS， 但在此之前需要获得必要的道具才能到达相应的地点。我们通常把难度很高的游戏称为硬核游戏，那么特加利的游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又臭又硬。迷宫的设计大量单一重复的场景贴图，同一片区域看不出什么特征和差别，稍不注意走几下就会迷路。还有一些看不到路的隐藏房间，如果没有地图基本没法玩。敌人都长得非常抽象，攻击也是随机性质的，战斗基本上靠运气，只能朝前方射击，却经常从侧面出来敌人。音效的诡异氛围让人感到非常的不适。个人评价1星半。
家庭教练系列6曼哈顿警察。上一座的麋鹿大作战是7月底发布的，这座第6部曼哈顿警察刚好间隔1个月的时间。看来做这类游戏对万代来说性价比还是很高，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再出一款。这座除了日版，2年后还发行了一个美版，美版的名字是街头警察，玩家扮演一名警察，要保护纽约曼哈顿的和平，属于动作冒险的类型。和之前的系列一样，使用地电控制器的壁面操作。游戏分为6关，关卡开始前一张通缉令告诉你要抓的坏人长什么样子。进入场景后是一个测试图，画面下方显示关卡剩余的时间、主角的血量，中间像一个雷达，小圈是主角警察的位置，小叉是目标坏人的位置。还能在场景里捡一些物品，有恢复体力、无敌这类动作游戏中常见的物品，还有些能作为投掷道具进行攻击。除了常规的移动和跳跃，能够攻击也是这座的特点。这也是在这个体感系列里首次出现，通过接触地垫上的数字1投掷物品，数字4挥舞警棍。如果觉得体感操作很麻烦，这2个按键还能用手柄上的 A 和 B 来替代。画面右下方是目标人物的剩余数量，全部逮起来过关。后面的关卡场景变大，罪犯还有些帮手混杂在普通的人当中，要注意鉴别。随着这个系列越来越注重游戏性，这座的游戏内容已经相当的完备了，画面也不错。如果单纯作为一个动作游戏来看，还是合格的。但更复杂的游戏机制就需要更复杂的体感操作。对于当时外设的硬件水准来说，没法完全达到游戏操作的要求，因此也就得不到很好的体验。个人评价2星半。间谍猎人原版是1983年由美国的游戏公司 Midway 开发的一款街机游戏，灵感来自詹姆斯·邦德的电影。街机版大获成功后，在多个平台上都发行了移植版。1987年由 Sunsoft 移植到红白机上，只发行了美版。红白机上还有一款大家更熟悉的续作，1991年的《超级间谍猎人》。游戏类型是驾驶和射击混合的动作类，玩家扮演驾驶武装跑车的间谍，画面垂直滚动，方向键上和下加减速度，B 键可以发射子弹。游戏的目标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消灭尽可能多的敌方车辆，这些敌方车辆都是蓝颜色的，有3种类型：轮胎破坏者、防弹恶霸和豪华轿车。轮胎破坏者会从侧面破坏轮胎，可以从后方发射子弹消灭它。防弹恶霸不怕子弹的攻击，但是可以从侧面将它撞出道路。豪华轿车侧面的窗户会发射子弹，要小心应对。从后方撞到敌人车辆会爆炸，同时还得注意其他的车辆。开始的时候右下角有一个999的倒计时，这段时间内有无限的生命，倒计时结束后，如果车辆再爆炸，游戏结束，除非是通过消灭敌人获得分数，累计到一定的值奖励额外的生命。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直升机敌人，投放爆炸物攻击主角的车辆，定期还会出现红色的武装货车，进入后再退出来获得辅助的武器。左上方的字母表示持有的辅助武器类型，有烟雾弹攻击、油膜或导弹，按 A 键释放。辅助武器对3组敌方车辆都有效，导弹消灭直升机很有用。有些时候车辆穿过船库，在短时间内汽车改装成快艇，这时的敌我攻击方式略有变化。随着游戏的推进，后面还会出现雪路、海滩等场景，敌人的密度也会增加，一直到生命用完，游戏结束。因为是早期美式街机作品的移植，游戏性不错，节奏很快，玩法简单但具有挑战性，需要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并且很考验玩家的反应，熟练地掌握加减速度、攻击以及躲避敌人的动作，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短时间玩比较上瘾，时间长了容易疲劳，玩法也比较单一。个人评价3颗星。用了2期时间把1987年8月的游戏讲完了，最后一个间谍猎人是9月份的游戏。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